虎杖悠仁大概是热血漫最惨的男主了，被大反派宿傩占据身体主权后，展开了一场残忍无比的大屠杀。刚调整好心情，又要目睹敬重的前辈离去，虎杖跌跌撞撞的游荡在涩谷，脑海中是同伴们或者敌人们说过的话，包括爷爷那句“你要在众人的簇拥下死去”，最终定格在许多人就是因你而死。与此同时，身体被烧毁一半的七海在四处游荡，仿佛已经变成了亡灵，所以他没有注意到旁边写真室里的真人。下了楼来到站台，脑海中却已经置身于阳光明媚的海岛，但睁开眼看到的就是一群形态各异的改造人。七海叹了口气，意识到生命即将迎来终结，趁现在短暂的从沉重的压抑中解放出来，想起来曾经他也是有梦想的，是在马来西亚空旷的海边建一栋房子，里面放着一大堆买了还没看的书，一页一页翻过去，就像取回逝去的时间一样。一瞬间，七海的思绪有些混乱，意识到自己现在不应该想这些，他要去救腹黑，还有珍惜个纸皮人呢。他感觉浑身都累得不行，只想躺在细碎的沙砾上，看着澄澈的天空，海浪会拍打在他的身上，驱赶所有的烦扰和疲劳。他也可以在海边肆意的舒展自己的身体，享受温暖的阳光，还带着咸咸海腥味的海风。可实际上，他只能不停地挥动那把宽厚沉重的刀。一只改造人从他背后咬了过来，七海反手在他身上捅了一刀，身体却有些摇摇欲坠。紧接着又一只改造人一记手刀砍在他脖子上，七海一手撑地，大口喘着气，却被改造人玩一样的击退。闭上眼睛的他手指翻飞正在弹琴，睁开眼睛的他用尽最后一次力气，一刀劈死一个改造人。这时游荡的虎杖听到这边的动静，大步跑了过来，而七海的攻击已经变得毫无章法，甚至连刀都握不紧。虽然又立马拾了起来，解决完最后一只改造人后，钢琴声也随之停止。七海也终于感受到了真人的存在，他的手正在触摸他的背，只要真人发动术式，七海的身体会变得扭曲而进行崩坏。虎子到达时看到的就是这一幕，他没有任何能拯救七海的机会。这个少年才刚目睹一场屠杀，就要亲眼见证最尊敬前辈死亡的现场。虎杖甚至不敢上前打草惊蛇，真人问七海要不要聊聊，毕竟他们俩是老熟人了。只不过前两次都是真人在七海手底下吃亏，七海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而在这时候想到了自己的同级生灰原。他开始搞不懂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当初逃离了咒术界，本分当个打工人，结果却为了以这种暧昧不清的理由跑回来。灰原只是平静地望着他，七海知道他想说什么，但那样是不行的，如果说了会变成诅咒的。真人像是这时候才发现虎杖一样，虎杖从墙后走了出来，灰原伸手指向他，七海在犹豫，最后终于做出了决定，回头冲虎杖笑了一下，虎杖之后就拜托你了。下一秒，真人出手，七海的上半身瞬间爆成了一块块碎肉，散落到地上，鲜血溅了一地，和那些改造人混在一起，分辨不清。一开始虎杖无法接受这个现实，回过身后，他悲伤又愤怒地朝真人怒吼，质问他究竟是什么东西。真人却只发出了愉快的笑声：“你吼那么大声干什么了？人家耳朵又不聋。”虎杖直接趟着满地的鲜血冲过去，真人则随手弹出一枚改造人，改造人逐渐膨胀，变成了一堵阻拦虎杖前进的人墙。虎杖不想一拳砸烂，可是听到那个改造人喊救救我，却迟迟下不去手。而下一秒，墙上长出了无数尖刺，刺向虎杖。虎杖双拳紧握，直接将那些刺震断。此时，真人又将几个改造人揉搓到一起，一只巨大的蛹冲破人墙，张开巨口冲向虎杖。虎杖掰着的嘴不让他合上，没想到嘴里突然钻出来一个真人，一拳把他打飞出去，撞到柱子才堪堪停下。结果大蠕虫就将柱子撞断，巨大的身体在地上急速滑行。虎杖没来得及还手，真人就一拳冲破大蠕虫钻了出来，侧出来的身体跟随蠕虫平移。幸好虎杖及时弯下腰，才没被他的手划伤，不过脸上还是被划出了一道伤痕。虎杖摇摇晃晃的起身质问真人：“你怎么就忍心玩弄他人的生命？怎么可以这么多次杀这么多人？”这话给真人逗乐了，要不下次我掰着手指计数，皱着眉头杀人，然后将自己的手变成了顺平的手，当着虎杖的面又一次戳穿了顺平的太阳穴，还对虎杖说：“你就是我。”如果不承认这一点，虎杖就无法战胜他。虎杖不想听到废话，只想赶紧把这个害人精弄死，但是脑海中却想起了七海的遗言，如果是七海的话，一定不会被愤怒冲昏头脑。他要证明自己是咒术师，证明自己值得托付。虎杖的双拳燃起了咒力，和真人同时向对方走去。大蠕虫的身体在不断的膨胀挤压，最后真人率先出手，的前头对准前方，可虎杖就不在那里，而是扶着柱子一脚踢上真人的脸，把真人踢得脑震荡站不稳，接着又是连续两脚踢完，真人又踹向了大蠕虫的身体，大蠕虫跟大果冻一样弹了几摊，虎杖干脆整个人趴在蠕虫身上不停的打拳，肉浪翻滚，竟然划过来几枚刀片。虎杖躲开后，将咒力集中到拳头上，正要一拳打出去，真人的双臂开始延长，并互相扭在一起，变成长满尖刀的脊椎像长鞭一样甩过来，就被虎杖接连躲开，又回到上方，朝刚将两棒砸向地面的真人踹了下去。没想到真人用一只手握住他的脚，又挥拳砸向他的脸，虎杖被这只手拽着往下，而蠕虫的身体还在继续膨胀，和墙之间再没有了空隙，于是他直接被打爆了。虎杖和真人同时从满天肉块中走出来，第二回合正式开始。这次真人把这一条手臂变成了机关枪，对着虎杖不停的突突，虽然一枪都没射中，接着又靠似赤脚大仙大脚追着虎杖跑，刚好一个柜子砸了过来，虎杖抄起柜子就扔向真人，真人双手化到刀刃，轻松将其砍成四半，甚至连剑锋蔓延出去，天
天花板和地面也多了4条裂缝。虎杖则趁柜子挡住真人视线的一瞬间闪身进了电梯，在电梯里握拳等待真人来袭。突然天花板传来一声巨响，一只巨大的拳头径直压下，却被虎杖一拳击退。但是电梯的液银钢丝全部断裂，轿厢急速直坠。这时真人又劈开了电梯地板，把住边缘。虎杖果学咒力的拳头挥过去，却被对方灵巧的闪过。毕竟他的脖子可以1080度旋转，真人双臂将虎杖的脖子夹在中间，小嘴突然撅了起来，不断延长，变成一把刀伸向虎杖，吓得虎杖赶紧侧头。好险，初吻和脑袋差点一起没了。趁着真人的嘴和轿厢壁负距离接触，虎杖一拳砸向他的腹部，一套连招把人给打成了空心圆，而轿厢还在继续下坠。幸好虎杖及时抓住了钢丝绳，没想在下面钻出了一个大嘴蠕虫。虎杖直接跳到外面等着。电梯到站，真人钻出来直接射出一枚改造人，被虎杖一拳打飞。为了躲避变形的改造人又跳到楼下，真人打算换个方式战斗。接下来主要是用改造人来进攻。这时虎杖发现了人影，紧跟着跑去发现是2个正常人，就让他们进去避难。结果下一秒正常人变成了改造人，一拳将虎杖打飞，里面钻出了一个真人，另一边变成了真人的剑。他就是想尽可能的刺激虎杖，而且真人一点也不慌，毕竟他们即将获得另一张锁定胜局的牌。时间又回到了不久之前，头跟梁连人带水全部吸进自己的肚子里，这些都是真人的改造人存货。现在他要继续追杀虎杖，乐虎不想杀死虎杖，因为他们需要拉拢宿傩，但真人不仅抢跑还分身，一个在地下车站，一个去地面，临走前阴了乐虎一把。而此时在地面游荡的那个被野蔷薇给遇上了。丁奇听说真人的术士可以改变灵魂，绝对不可以被他的手碰到，但努力回想起那个手掌握咒力的核心，将几枚钉子打向真人的头顶招牌。招牌就在真人面前时，立刻跳起，双脚将另外2枚钉子钉进招牌，最后一打响指，3，钉子竟然直接没入了真人的额头。真人随手拔出，他决定了要把这个女人变成尸体，彻底击垮虎杖幽人的灵魂。